小女子碧皇，乃女宅管事，代主人恭迎各位贵客。恭迎贵客。贵客们，里面请。请。碧皇姑娘，女宅所处的山为何名啊？啊，这座山于图上本无姓名，只因这一年四季的花香，主人给它取名香山。哈，香山，瞧出门道了没？什么门道？这门口的吊桥一进来就上升，断了来路。侍卫呢没有命令，不得擅入。看来这个玉楼春比金门堂还要谨慎啊。哎，这是流金延年松，这可是需要万中选一的罗汉松培育100年才得一株。姑娘，你这是干什么啊？给公子接风洗尘啊！我不洗澡了。哎，失陪失陪啊！哎，怎么，不合方公子的心意？我不洗澡，因为我出门前刚洗过澡。啊，刚刚伺候公子入狱的，应该是荣秋。哦。啊？啊，我是说与别人听的。对了，还有一位贵客来自少羽的月千国，也不喜沐浴，此刻正在茶室饮茶。我也饮茶。碧皇姑娘，你见到李莲花了吗？李神医啊，不曾见他从浣纱阁中出来，想是已经入了全狱。他留在里边了。行车劳顿，沐浴更衣自是应当。公子您先请，妾身这就让人给您上茶。哎，李莲花，这可是玉骨功啊！方少侠家学渊博，玉某这保命的微末功夫，竟也听过。玉骨功刀枪不入，可是与金钟罩相媲美的硬功。二位赏脸，应玉某仓促之邀，玉某感激不尽。既是仓促，肯定是有什么急事吧？唉，玉某确有个不情之请，求二位告知，究竟是谁害死了我的挚友金满堂？原来你是因此事才邀我们过来赴约的呀？那请问一下，玉先生，你和金满堂可要好呀？现在这座金玉楼便是我为金兄所造，每年的漫山红，我都会邀请他。我和金兄是无话不谈的至交。凶手既已落网，玉先生大可去百川院打探，何必来找我们呢？金兄乃是谨慎小心之人，不会被贪财小贼所害。我知道，这里面还有文章。当时二位在场，可否告知玉某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抱歉啊，玉先生真的不用多想，这背后的文章一干二净。二位是不信我与金兄的交情？这怎么会呢，玉楼主，您这是多虑了。只不过呢，这个凶手杀金员外的时候，真的只是想贪图博来人头而已。看来是我多虑了。哎，只不过休案之后，倒有件怪事啊。谈这个怪事，
我也不知当不当讲。什么怪事？但讲无妨。在元宝山庄时呢，丢失了一个宝贝。这宝贝好像和博兰人头放在了一起。哎，方道斌，你也看到了吧？啊，那宝贝薄如蝉翼，晶莹剔透，更像是个冰片。啊，依我看，更像是个翡翠竹叶。怎么，玉先生你也见过？我这也都只是猜测，可知夺宝之人什么来头？啊，毫无线索。不过我们百川院倒是怀疑金满堂并非中原人，怀疑是他族人盗宝。玉先生可知他是何方人士啊？金兄不是中原人，我这也是第一次得知啊。那肯定是误会了。我看玉先生鼻如悬胆，眉目深邃，还以为也有外族血统呢。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原人了。时候不早，我去为漫山红做些准备。二位，先失陪了。他不只知道冰片，他自己也有冰片。不如咱们今晚以赏月为名，夜探女宅，看看这秘密藏在哪儿。新护院，我有事找你家主人，快送我上去。主人请宅，外人不可擅入。你转不动的。你这转盘倒是有千斤重，看来你硬功不凡，力气不小啊。为主人效力而已。哎，你说这上面到底藏了多少宝贝啊？贵客的问题未免无礼了吧？我是替你家主人担心，怕了做了亏心事太多，担心半夜鬼敲门。算了，跟你也说不着，我明天找他就是了。哎，你不会要在这里独自守一夜吧？不劳贵客操心，此时钟声已响，我等女宅中人都会安寝，我也不例外。贵客，请回吧。怎么样？晚了一步，还以为请宅。不过你，香山红叶相映红，这，哎呀，精美啊，也更是有意义啊。师兄昨夜回味不浅啊。可惜昨晚睡得太沉了。哎，陆兄，你是好酒之人，这美酒可让你酣睡到天明了。漫山红上头，好饮一番，自是酣睡。行啊，你们都是正人君子，都只睡觉只赏景。那今天就我自己多结识姑娘了。我劝诸位不要对这些姑娘有非分之举，她们都是被拐来囚禁于此，并非心甘情愿。不是说是重金请来的吗？这重金，怕是全落在人贩子口袋里了。不过听闻这些姑娘在此也赚了不少银两，那也不算亏待她们吧？哦，东方兄，不如我给你1万两，将你卖去极北做鸾宠，可好？不是你，等于陆春来问个清楚便是。若真如房少侠所说，我定饶不了他。那是什么？
啊！这扳指不是玉楼春？他有什么事吗？我们今日发现你家主人的手臂被切下来，丢在了观日亭旁。这枚玉扳指，你不会不认得吧？这怎么可能？再不送我们上去，你家主人是生是死可就难说了。快点吧！我即刻召集院外侍卫入女宅，送我上山。新爵求见。东西呢？怎么都不见了？这是什么房间？这是主人藏宝的密室，如今却被搬空了。你看，这绸布上的雕花和一品分是一样的。南印不留，难不成又是冲着病变？也可能是冲着财宝呢。说，你们昨晚都在哪儿？再不出来就放火熏烟了！人世太粗。你们看，这好像是一个井字。哎，你为何在发抖啊？我好像想起了一个传闻。传闻？香山之前惨死过一个刀客，他化成了厉鬼，终日在香山杀人，好像叫什么鬼王刀。就是这井字斩。鬼王刀确有其人，曾也是一位用刀高手，只不过7年前就失去了音讯。你们看侍卫长身上这个切口，虽然有些粗糙，但是像极了鬼王刀的成名刀法——井字切。想想玉楼春的断手断脚，会不会也是井字切？那玉楼春怕是活不成了。只是一手一脚而已，主人未必会死。死了。你说什么？跟我来。这是玉楼春的身子，他果然死了。这几块尸体的刀痕拼在一起，就算其余的部分没有找到，
也看得出是锦字切了。鬼王刀是鬼王刀！啊！刀斩奸恶，鬼王所命。难道这世上真有厉鬼？命是锁了，鬼倒未必。什么意思？这地府没有兵器铺吗？阿飞的意思是，若真是厉鬼，干嘛还在杀人前躲把刀呢？所以，这鬼王刀只会是人。方少侠和李神医破过不少悬案，依二位看，现在该如何是好？这女宅的吊桥一直未曾放下，阿飞这样的轻功又世俗罕见，所以这嫌犯只会是在我们当中。首先，我们先缩一缩这范围，女宅中的姑娘们嫌疑4是最小。这从何说起啊？玉楼春的手臂可是在观日亭上发现的，而这观日亭又在这女宅之外，姑娘们无法出门，自是无法逃失，所以嫌疑最小。接下来倒是要问问，这新护卫和侍卫们有没有嫌疑了？你们来这里之前，一切都相安无事，凶手分明是在你们这些宾客当中。让我来说两句啊。这不许进入女宅的侍卫长，却都死在了女宅中。哎，新护卫，这难道你都不需要查一查吗？这侍卫长是有窥私的癖好，每年漫山红都会混进来偷窥宾客与姑娘们过夜。念他老实不曾出阁，我早就知道，却不与他计较。这答案，二位可满意？这满意。那也就是说，只要新护院默认的话，那这些侍卫们还是可以自由进入女宅的，对吧？是。所以我的第二个问题来了：看云峰下的转盘，若不靠人和力，那么整个女宅便只有新护院一个人转得动吧？不错。很好。这个凶手呢，又要转动转盘，又得做藤兰上山杀人，同时呢做这2件事，确实很麻烦。这么说，凶手不止一个。除了你们2位，其他宾客还有旧相识？这个不能乱说。我想说的是，谁跟谁相识呢？私家又怎么说得清呢？这说不定啊，这些侍卫们又认得这些宾客呢。侍卫们是绝对不可能施主的。为什么？新护院，你很反常啊。这些侍卫们也都很反常。我发现你关心宝物的下落多过于这个玉楼春。如果你不洗脱自己嫌疑的话，是很危险的呀。我与女宅中所有侍卫绝对不可能伤害玉楼春，因为我们都被玉楼春下了剧毒，皮干力胆。此毒每月必须服1次解药，否则肝胆渐融为血水，剧痛而死。藏在密室中的便是解药，而本月服1解药的日子是明天。明日若寻不到解药，你们就会死。正是。新觉求2位救我一命，否则这帮兄弟将死之前太过痛苦，只怕会自控不住，伤了诸位。你这是求人还是吓唬人啊？新护卫，你先起来吧。我是百川院的邢太，新护卫是否清白，我们自是会查个清楚的。我也要跟着你们一块查。方德炳，这清热姑娘呢，让她跟着也好，她毕竟啊也熟悉这里。即刻开始，除李神医、方少侠外，任何人不得离开女宅，直到查出真凶。否则别怪辛某得罪。这凶手是怎么上了看云峰啊？
那个阿飞不是会飞吗？没准凶手是从这儿飞上山的。这世上像阿飞一样有本事的没几个。哎，对了，阿飞呢？阿飞才懒得管这闲事呢，怕是在睡觉吧？没准他是顺着这绳索爬上山的。这根绳子上涂满了黑油，滑不留手。若是靠它上山，怕是比飞更难啊。的疑问，他为何要大张旗鼓的抛尸呢？为了行侠仗义，杀一儆百呗。传说里的鬼王刀不就是这样的鬼侠吗？这侍卫不是说了鬼王刀乱杀无辜吗？怎么又变成侠了？那些侍卫当然怕他了，可女宅里的姑娘们都是盼着鬼王刀的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据说好多年以前，鬼王刀的妻子也被拐来这里，他来寻妻却不幸丧命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发生了一件不得了的大事。说来听听。山神来了，山神见鬼王刀可怜，于是使出仙术，化鬼王刀为鬼侠，从此行侠仗义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青姑娘，这睡前话本可以改天再说。咱们现在要找的是现实中的鬼王刀。鬼王刀就是现实里的呀。他妻子罗红艳真被关在女宅院里过。青儿姑娘，你认识他？我不认识，我来的太晚了，他几年前就死了。哦，哎，那你怎么知道的呀？账本呀，玉楼春的账本上列着他近些年所有的手指，罗红艳的名字就在账本里。所以青儿姑娘，这个账本在你手里吧？当然，在我手里。之前留着杀玉楼春头用的，没想到有人替我先杀了他的头。哎，那你倒是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呀！你现在觉得我有用了？是，青儿姑娘冰雪聪明，这账本藏的恰到好处，在下佩服。那你跟我来吧。这什么地方啊？这是姑娘们平日住的地方，我忘了今日要将洗凉晒的。你们在这儿等我吧，我去就来。账本来了。哦，这账本怎么这么臭啊？玉楼春丢了账本可大发脾气呢，我当然要藏起来了。你藏哪儿了？衣服下面。别挑剔了，给。罗红艳的名字就在8年前的账目里。有了。女子罗红艳，年23，换芙蓉膏20块。罗红艳被卖到这里就换了20块芙蓉膏。东方浩。是东方浩把罗红艳卖到这里来的。拿姑娘换芙蓉膏的还有谁？我也是被他拐到这里来的。他身上那股芙蓉膏的臭味，我可忘不了。若鬼王刀真要给妻子报仇的话，那下一个死的就是东方浩。东方浩已经死了。
靳自切又被鬼王刀抢先了一步，来这里杀过人，倒也就不难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死了？东方浩也死了？这是怎么了？难道鬼王刀不只要杀玉楼春，还要杀我们所有人？哎，这些问题呢，就大家问问鬼王刀，也就知道了。李神医是找到凶手了吗？诸位，可否让我闻闻你们身上的味道呀？闻味师兄，李神医不但医术了得，难道还长了只狗鼻子不成？东方浩屋里满是芙蓉膏的味道，在屋里杀人，自然身上会带上这臭味，所以一闻便知了。请大家把手伸出来。果然是你，李神医，这是何意？我身上可没有芙蓉膏的味道。没有味道才最奇怪。大家一早便为了凶案四处奔波，可心不厌最是厉害。你身上汗味都没有，还带着一点点的皂香。我沐浴更衣而已，有何稀奇？这沐浴更衣当然不稀奇，可主人心死，铁要被刀。你现在还有心情沐浴更衣？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你就是鬼王刀吧？你昨日见过的兵器，乃是这柄松针剑，现在何须多此一问？这鬼王刀当然也可以用剑了。阿飞。第二次。诸位，看吧。靳自切，你就是鬼王刀。所以我说鬼王刀也是会用剑的嘛。我们去新无言的卧房看看吧。原来新护院一直是贼喊捉贼啊！真不是我杀的。新护院，宝物在，侍卫长的刀也在，这刀上的血都还没擦干净，招了吧？这是有人栽赃。鬼王刀，墙上的靳自切功力深厚，如假包换。我是鬼王刀不错，我也想亲手杀了玉楼春，可人真不是我杀的。7年前，我妻子被抓上女宅，我来寻她，才知她已自尽。玉楼春武功了得，我不敌被擒，为求自保，答应服下披肝沥胆做她的护院。我这种连妻子都护不住，贪生怕死为仇家做狗的人，哪来的勇气杀玉楼春啊？说了真动人啊！可你更换衣物，不就是因为杀了东方浩吗？早上我见到树上刻的血书时，便担心有人要嫁祸我。回房果然看到桌上这些金银和佩刀，佩刀上沾了些芙蓉膏的粉末，我猜想定与东方浩有关。谁知刚一进门，就看到他已死，才知道中了连环套。我急忙回来沐浴更衣，还来不及藏好这些，就被叫出门去了。我，仙爵，滚出来！这是什么？
刚才在门口的时候就看你鬼鬼祟祟藏东西，挖出来一看，竟然是解药。你杀了玉楼春，藏好宝物，还想私吞解药？你拿着这个逍遥快活，让我们哥几个等死吗？我恨不得砍死你！凶手既已落网，明日我们百川院自会发落，诸位莫要心急了。这解药还有2个月的粮，就不给你这个杂碎留份了。把他关到柴房去。我私藏解药是不该，可这解药也是与宝物一起放在我的桌上，我想活命啊，有什么错？方少侠，李善义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这是有人栽赃啊，栽赃啊！都说百川院了得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说好明日破案，没想到今天就把案子给破了。2位英雄确实了得，陆某佩服。我的诗画也算有新的题目了。我来中原时日尚短，只当此地多是贪图享乐之辈。2位却是智者，慕容妖佩服。这天色已晚，诸位好好睡上一觉。明日我们百川院的人一来，便下山去。我头都大了，没想到鬼王刀竟然是这样的松绑。你放心。哎，李莲花，李莲花，怎么了？星爵这里也没有冰片啊。难道玉楼春藏在别的地方了？他也不知道玉楼春余下的尸体藏在哪里啊。莫非星爵藏在了别的地方？方公子李神医，这些侍卫见玉楼春已死，星爵被抓，便闯到这儿来，想对姑娘们。诸位身中剧毒，本是可怜之人，却要冒犯可怜的姑娘们，实在是可悲啊！左右都是接待客人的玩意儿，让谁快活不都一样吗？你左右都要死，是不是什么时候死都一样？这个解药的量呢，只能够用2个月。若再看到此等行径，那这解药的配方也就算了。不敢了，我们不敢了。朱叶姐姐，玉楼春死了，明日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吧。青儿，主人待我们不薄，你怎会如此忘恩？待我们不薄？熹妃，你是疯了吗？我们每天被关在这里，担惊受怕，怕丢了银子没饭吃没衣穿，怕丢给门外的侍卫营，这叫待我们不薄？外面的世界比女宅要凶险万分，你就看今日那些侍卫的所作所为，你就知道了。这些年，一直都是主人在保护我们。这是囚禁，不是保护啊！我们每天被关在这里，就如猫狗鸟雀一样，哪还像人？碧荣、玉烟，你们说句话呀！疯了！我看你们都被关疯了。我懒得理你们这些软骨头，你们喜欢被关，那就一直被关在这里，感恩戴德去吧。感谢2位查出真相，为主人报仇。你们当真不恨玉楼春吗？女子在这世间，本就没有什么好去处，留在这儿侍奉主人，便可万事无忧。侍奉一个人，总比侍奉所有人来得轻松。可是人各有志，不必多言。那便祝姑娘们顺心顺意啊！他们被关在这里太久了，已成了习惯。
也别强求他们了。他们如此，星爵也如此，江湖上都是这样的软骨头吗？那还有什么可闯的？有人临危不惧，就有人贪生怕死，这才是江湖。哎，李莲花，你这一晚上沉默寡言的，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这个花上为什么会沾有泥点？没你点啊！我说的是漫山红的那天晚上。花长在土里，沾了泥很稀奇吗？这墨锦花树有1丈之高，开在高处的话沾了泥点，当然是很稀奇的了。没准儿是姑娘们采花落地上了。泥点浑圆并非落地而沾，而是被溅起来的。姑娘采花为什么会溅起1丈高的泥水呢？还有，半个身子明目张胆地摆出来，余下的部分为什么让人找不到呢？星爵承认自己是鬼王刀，那他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杀了人呀？显而易见。什么？破绽显而易见。显而易见啊！行，那不如你来说来听听。你用一个秘密让我在香山帮你3次，这算是第3次吗？别得寸进尺。不如你先把秘密说出来，省得赖账。不是我说你这个阿飞啊，啊，哎，我什么时候明目张胆的赖过账呀？这你也别摆这个脸了。好好，我告诉你，哎，你之前说啊，知道自己不想让我死，却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个中原因呢，是你想让我帮你救一个很重要的人。救人？嗯。救谁？哼，这就是下一个问题了。阿飞，你倒是说呀，什么破绽？这3个人身上的刀法都有破绽。嗯。这3个人身上的刀法看上去都一模一样，但若从刀法练到刀艺的境界，就能看出用刀者心境的区别。东方浩身上的刀艺少有凝滞，玉楼春身上刀艺决然，一气呵成，而侍卫长身上的刀艺犹豫迟疑。这，莫非是3个凶手？是模仿。魔法？别被景子切带进去了。第一个死的呢是玉楼春，这第2个死的是侍卫长。为了能模仿玉楼春尸身上的景字切，所以凶手在侍卫身上补刀成景字。东方浩也是如此啊。可侍卫长和东方浩身上的刀艺也不一样啊。是因为杀侍卫长的时候凶手生涩，杀东方浩的时候呢，凶手就比较娴熟。李莲花，你糊涂了吧？这第1个死的是玉楼春，可他杀的刀艺最为成熟，那杀第2个侍卫长为什么就变生涩了呢？还有，如果第1个死的是玉楼春，那刀呢？没有刀如何分尸啊？嗯，不过你这么一说呢，这个刀确实还没有发现。对呀，没有刀如何景字切？虽不知为何没有刀就分尸了玉楼春，如果凶手能做到这一点，那星爵便不是凶手，因为这样，他就没必要藏刀引火烧身。所以玉楼春遗下的尸体上一定有真正凶手的秘密。就凭这个就能断定凶手不是星爵？嗯，还有这个喽。来，阿飞，我们之前猜呢，星爵是最方便能将藤条挂在藤篮上的人。对啊。他还下山之后烧了藤条呢，不太对。你想一想，若藤条自垂而下，用一个火从下面点燃的话，那么只有一端会烧。可这个藤条2端都被烧，你上一次没有发现吗？你的意思是，有人在迷惑我们，将凶手指向星爵？星爵又不是凶手了，那凶手是谁？凶手是几个聪明人。几个？若不是星爵所为，其余人必须合力才行。走，我们去找星爵。
我除了醒来的太早，别无不同。你昨日醒得格外的早。是的，我侍奉玉楼春，子时入睡，寅时便需起床。往日寅时钟声响起，我只觉睡得不够，可昨日醒了许久，方才听到寅时的钟声。月亮，对，月亮不对。你就别激动了，怎么不对了？月亮不对，就是时辰不对。今日出发，昨日初七，此时的月亮应当是在西方的天空将落未落。我昨夜在此地见了玉楼春之后，此时的钟声响起，而碧皇正在起舞，可这月亮却在头顶偏西，离这天边还远着呢。看来昨夜子时的钟声就已经提前早到了。星爵子时入睡，寅时起床。若他不是凶手的话，那凶手上山作案的时间只有子时到寅时的2个时辰时间。但若是钟声提前了，那凶手作案的时间可就更充裕了。玉楼春的遇害事件，凶手寅时之前就已经杀了人，那为何早上发现手臂的时候还会鲜血淋漓呢？还是先弄清楚钟声为何提前吧。这钟声来自远处的寺庙，去那问问，定有线索。可明日百川院才会来人放下这个吊桥，那方小宝现在怎么去呢？阿飞，你什么你？你即刻去敲钟楼寺庙问问，为何昨日子时钟声提前了？他也就算了，你凭什么命令我？李莲花用1个秘密让你帮忙3次，我告诉你1个秘密只需让你帮1次嘛，怎么样？划不划算？你说话可算话，你听听看不就知道了？你曾经是一个武功高强、杀人如麻、人人得以诛之却不敢得罪的超级大魔头。怎么样？相信了吧？相信了就赶紧去喽。好。方小宝，你不应该这么早把事情告诉他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这么有本事，下回就帮忙圆回来喽。对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你说呢，方大刑探？都在占星台跳1夜舞了，该去见见他了。嗯。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搬出去，明天一早我就离开这里。我才不要和这些软骨头待在一起呢。你们不是找星爵吗？怎么又来这儿？碧皇昨夜跳了1夜的舞，他身子可好？你倒是很爱关心人嘛。明儿再来吧。碧皇昨夜说了喊早睡了。哎，青儿，这个碧皇平时是一个怎样的人？他是女宅管事，看着严厉，其实心软，是个好人。哦，哎，那他很喜欢玉楼春吗？玉楼春交代的事，他件件用心，能不喜欢吗？他一定是被玉楼春给下咒语了。那昨日的漫山红，可有什么事情是他亲手操办的呀？唇红，姑娘们的唇红是他亲手调制的桃花粉。哦，对，我这还有1盒，给。桃花粥掺阿芙蓉粉，这女宅中种了阿芙蓉。山后是有一片种阿芙蓉的田。阿芙蓉是制作芙蓉糕的原料。看来玉楼春在做这些黑心生意敛财，难怪东方后这个瘾君子一直卖姑娘，讨好这个玉楼春的。这个碧皇有了阿芙蓉粉，所以在女宅中才做出麻沸菜。你还记得吗？漫山红上的那道鱼汤，春生不知处，白芷和当归。阿芙蓉加了白芷和当归，就是麻沸散。所以昨天喝了鱼汤又吻过姑娘的人才会沉睡，难怪昨天他们都说自己贪睡了。哎，李莲花，我昨天是误用了他的水杯才找得到的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
啊，你这问那么多做什么呀？哎，青儿姑娘，昨天晚上，漫山红的姑娘们回赠木槿花是开在何处啊？这山上最好的木槿花开在玉楼春的看云峰。哦，那看来只能去看云峰，才能找到碧皇其他的证据了。你们在怀疑碧皇？不可能，他人很好，又喜欢玉楼春，怎么会是他？心儿姑娘，若真的碧皇很喜欢玉楼春，又怎么会亲自选射的香红上加上自己的死帕呢？他明明知道被选射香红这样事情，却还要这么做，他的目的就是要当众受罚呀。他为什么要当众受罚？答案就在这个看云峰了。原来如此，李莲花，你找到碧皇要去摘星台受刑的原因了吗？要及时了解看云峰上的情况，又要防止被侍卫察觉。女宅中呢，同时能看到这2处的地方，唯有这摘星台。你是说，碧皇在摘星台是为了给真正的凶手把风？那凶手到底是谁啊？找到玉楼春余下的尸首就知道了。哎，你看，果然在这儿。看看啊，哎，把残肢丢出去引人注意，尸体却偷偷藏起来，就是为了隐藏玉楼春真正的死因。这看上去像是蛇的牙印，难道是被毒蛇咬死的？烙铁头，血中带了蛇毒，所以残肢上的血不凝不干，让大家误以为玉楼春死在早上。其实他被杀的时间是子时和寅时之间，星爵根本没有守在山下之时。那这碧皇的同谋到底是谁呢？这到底谁是同谋？碧皇会来告诉我们，到时候听他怎么说吧。啊，他会来找我们？以青儿的性格呢，会因为担心碧皇而去告诉他，所以我们还是回去等等他吗？我和碧皇还在里面。哎，别进来了，快拿！来了！好，快点啊！青儿，来，先起来。碧皇姐姐，碧皇姐姐，碧皇姐姐，先出去，来。碧皇姐姐，碧皇姐姐，碧皇姐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听到你们怀疑碧皇，有些担心，便来告诉他，可他又让我去厨房为他煮粥。哪知我一回来便看到屋内起火，碧皇就……我想救他，可火烧得太快了，连我自己也被困在里面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不是都说人善恶有报吗？碧皇姐姐，碧皇姐姐，信神拜仙的人，常说善恶有报，可若真想伸冤，靠的却都是人。果然如此。李莲花，我想好了，我要查下去。好，那就做刑探。查出真相，有时看似会伤了良善之人，可唯有这样，
才不会纵容那些藏在暗处的杂碎。宝物，宝物！玉楼春竟然把宝物藏在了这里，我们还找了这么久，原来被这样人挡住了。这与酒宴上的锦云纱类似，织成了墙壁这个模样，竟然能以假乱真的躲避搜查，可真是好绣工啊！宝物怎么会在这儿？难不成是新觉和碧皇联合作案？如今碧皇畏罪自尽，诸位只需记得，奸佞难逃法网。这些宝物就留在此地，交由我们百川院处置吧。你这……诸位请回。方公子李神医，我等知道碧皇有罪，可是他与我们朝夕相处多年，恳请二位开恩，能够让我们以女宅的规矩，去送别碧皇姐姐最后一程。李莲花，明天一早就让真相大白吧。最后一节想通了吗？之前还有些模糊，现在一切都清楚了。这是我遇过最难的案子，可即使再难，也是时候说出真相了。那就让真相大白吧。李神医、方少侠，你们这是找到剩下的尸体了吗？这案子不是已经破了吗？是新觉和碧皇联合作案，对吧？为何还要把我们叫来？一个人左边的身子被切成井字，不代表右边也被牵成了井字，这说明他左边的这个身子有要被牵成井字的理由。李神医的话太难懂了。什么理由啊？若是碧皇直接杀了玉楼春，他肯定是跑不掉的。想杀人后安然无恙，想必他只能嫁祸给旁人。这思来想去，最佳人选那就是鬼王刀了。简单来说，碧皇与星爵他不是同谋。玉楼春不是鬼王刀杀的，你们可以来看一看这玉楼春尸身的肩膀。蛇，玉楼春是被蛇咬死的。没错，他便是死于蛇毒。可这切口像是一刀而成，手法十分娴熟。一刀而成的刀技，若是有趁手的工具，倒也不难。来人！玄铁，玉楼春这书架竟然是玄铁做成的，还把边上磨成了利刃。难道是用这个分的尸？没错，在这玄铁书架上寻个井字口，再将边沿磨成利刃，压到玉楼春身上，这便是井字切。好手段，但
玉楼春余下的尸身上，为何颈子切只有一半？这玄铁之间，天下少有，想磨成利刃，即便每日1个时辰，半年也只能磨出半个颈子。而这漫山红已经要到了，凶手只能以假乱真。如果大家都找不到这个鬼王刀的话，那剩下的半具尸体也就找不到了。这碧皇的用心实在太深了。玉楼春这个看云峰啊，除了他自己之外，每日呢只需1个侍女上去1次，而且只能打扫1个时辰，负责呢整个寝宅，还要磨砺整个玄铁书架，不被人察觉，确实不一样。这姑娘是怎么做到的？被逼到绝境，拼命性命自救之人才能做到。这碧皇姑娘，太想逃出这生不如死的女宅了。但碧皇前夜在摘星楼起舞，玉楼春却在看云峰。他分身乏术，如何杀人？不错，纵蛇杀玉楼春，必须有会控蛇之术的帮手。赤龙姑娘，你很了不起。李神医说笑了，赤龙只善舞，我们从未见过他学过任何的控蛇之术。赤龙姑娘，你是车湖人吗？车湖地属血域，你觉得我长得像车湖人吗？车湖人黄发悬鼻，你长得确实不像，所以我猜你是车湖的汉人，对吧？车湖女子常闻有蛇牙图腾的雕青，隐蔽的非常的好。但是昨日你与侍卫反抗之时，我不小心看到你的雕青。车湖乃是血域相国，以打猎为生，蛇口咬出的伤口呀，最不伤皮毛，所以你们自小以驯蛇狩猎为主。赤龙姑娘，你肯定是学过吧？就算如此，玉楼春也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带蛇进入女宅。那是当然了，但是蛇卵就不一样了。赤龙姑娘，这是在玉谷里找到的。赤龙，这条刚长成的烙铁头，也伤不了几个人。何况，查案是他们的职责所在，又有何错？之前我说过，二位是智者，今日更是心悦诚服。慕容公子才是聪明人，玉楼春都谨慎到这一步了，最后还是难逃一死。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这蛇卵就藏在玉骨中？本来猜不出来，当得知慕容公子是车湖人，却谎称自己是越千人的时候，一切就明白了。那你又是如何觉得我也是车湖人？因为公子自相矛盾呢。越县万里黄沙，国人畏水，可公子在竹州上风流倜傥，丝毫不惧。出入女宅不洗沐浴，本也是合理，但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，就是你在掩饰自己的发色。所以，我们怀疑你之后，便去你的房间，找到一样东西。这发梢乌黑，发根却是赤黄的。你的头发是染的吧？二位心思果然缜密。所以你们三个
合谋杀人，不是合谋，是我逼迫他们，他们不敢不从。我觊觎玉楼春的财宝，所以才会胁迫你和碧皇。这一切与你无关。现在事情败露，罪责归我。以后再也没有人逼你害你。爱恨。方少侠的话，我听不懂。你当然听不懂啊，因为这事你根本不愿意承认。我有个问题问你，这第一条断臂，你是何时丢上冠日亭的？自是夜里杀了玉楼春之后。不对，冠日亭在女宅之外，还有人看守，你没有任何机会。而你唯一的机会，就是与我们一早登山观日之时。可是那天日出是我们一起去的，不曾见他带了包裹。一截断臂，怕是藏不住吧？所以我才说，你何必做到这个地步呢？你这断臂何时断的？漫山红酒席上看你跳舞，分明还是好好的。怕是漫山红之后，他跳完最后一支舞，便回到房间，自行断去一臂。上冠日亭前，你用自己的断臂伪装成玉楼春的手臂，再趁人不备将其抛下。那日早上，我们都披着斗篷，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那只残肢上，没有人会发现，此时慕容公子的手臂已经失去了。你自行砍去一臂，就是为了掩盖玉楼春中了蛇毒的事实，对吧？方少侠果然聪明，但可别过了头。我断臂是多年前的一场意外，嫁祸新爵，我随意抛尸便可，何必在众目睽睽之下做这件事？因为你必要将尸块丢在一个赤龙不可能会去的地方。若直接嫁祸给新爵的话，那抛尸在哪里都一样。这个冠日亭在女宅之外，姑娘们是不可能会去那个地方的。这样的话，赤龙才会没有任何嫌疑啊！够了，是我贪财，与赤龙无关。慕容公子，你还记得阴祥之舞吗？1年前，武魔慕容妖做阴祥之舞，双臂高展，若击长空，名动京城啊！可如今，慕容妖，你用武者手臂去换赤龙清白，连车仆的左心你都无法再做。贪财之人是做不到这些的。我知道二位想要的证词，可抱歉，这一切都是我做的。玉楼春、侍卫长东方浩都是我一人所杀。恳求二位不要再责怪旁人，我这条命赔给他们就是了。想死，别往我头上跳。阿飞，你这次来真是及时啊！你要的东西，我们俩清了。这是对面寺庙的香火捐赠。10日前，你捐了黄金100两，才求得他们将子时终身提前。
脏，才恍然。有计划，姑娘们只是配合。正相反，这些年女宅封闭，都是通过步步向外送信，而慕容妖却无法回信，所以这一切都是姑娘们策划的。唯有一件事，就是慕容妖的断臂。我猜事情是这个样子的：那天晚上漫山红结束后，慕容妖为让姑娘们洗清嫌疑，自作主张断去一臂，好为次日抛尸玉楼春做准备。 赤龙从没有想过慕容妖竟如此自伤，二人因此闹出动静，却引来了偷窥春色的侍卫长。他们原本只想杀玉楼春，再把宝物和解药放在星爵房中嫁祸于他。 可侍卫长的出现，让他们不得不杀人灭口。而侍卫长与鬼王刀没有任何关联，若想打消嫌疑，需要再杀一个人，才能更完整的坐实景字街星爵的罪名，对不对？东方浩，这不想滥杀无辜呢，唯有杀该死之人，才能让他们良心稍安。所以这个人选来选去啊，最佳的合适人选就是这个东方浩了。恰恰好，东方浩与鬼王刀又是仇人。 所以第二次景字切的时候，加上他之前练过，就娴熟了很多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就是这样吧。你猜的都对。我与赤龙从小就是青梅竹马，早就定下了终身。7年前，他来到中原参加比武，却突然消失。此后，我便再无他的音讯，所以我才会来到中原。 查找他的下落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一具浮尸上发现了他的簪子。我便开始找人，查了很多有关于失踪女子的下落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早已落入他人的手中。 你不会明白，自己心爱的人落入到这样的境地是什么滋味。自那以后，我便发誓，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我一定要将赤龙救出去。这些年，漫山红在江湖名声大噪，却很神秘。为了能成为玉楼春的座上宾，我在京城跳了一场应降之舞。 终于获得玉楼春的邀请，我找借口提前将礼物送上女宅。赤龙自然一看便知我的打算。直到那晚，漫山红上，我们一起跳完最后一支舞。等到子时钟声提前敲响，便开始行动。玉楼春千算万算。 算不到他会死于一条毒蛇之口，这就是他做下累累恶状的报应。能救出赤龙，在下心愿已了。无论是什么结局，此事我都不会。我钦佩你的义举，可你一人扛下，不但救不了赤龙，这里所有的姑娘们都会永无安宁之日。这里所有的姑娘，她们也转盘重达千斤。 仅靠他们3个人绝地转不动，这是其一。昨日你们酣然入睡，只因是姑娘们的唇红当中加了阿芙蓉粉，
这一验便知，这是其二。星爵和碧皇的房中宝物不少，靠他们3人是很难在几个时辰当中搬下山来，这是其三。即便我不说，你当真瞒得过百川院，瞒得过监察司吗？答案就在这里。金砖每一块极为沉重，摞在一起才能切开这个玉骨诀。而金砖实在是太重了，运下山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只能藏在此处。诸位姑娘，玉楼春贩卖芙蓉膏，他的生意伙伴可都是奸恶之徒。如今他身死，如果那些恶徒找不到这些金砖，定不会放过你们。你们费尽这么多心思，想重新过回人的日子，可倘若沾了这些脏钱，就永无翻身之日了。我恳请诸位给自己一条生路，好叫百川院做主，定会光明正大护着各位。让你们随我来吧。所有的金砖都在这儿了。原来你们把金砖都砌在了墙壁里。我等藏金砖，只是想着在此多年，日后也没有什么好去处，想给自己留些纪念，也好给死去姐妹的爹娘们留些钱财好过日子。我们知错了，可是慕容公子并没有任何过错，求二位看在他们一心只想救人的份上，饶恕他们的罪责。所有的过错，我们女宅的姑娘们愿意一并承担。求二位放过慕容公子，求二位放过慕容公子。诸位姑娘，快快请起。诸位的苦难和慕容妖的苦心，我定会告知百川院。对，百川院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公道的。你们快起来吧。给什么公道？这一点都不公道。你们为什么瞒着我？我也是被玉楼春所害，我也想逃离这里。为什么你们都不告诉我？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？因为我们当你是妹妹，你来这儿不足2个月，而我们最少的也已经在这儿待了2年。女子韶华短暂，关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，我们早已经当自己是半个死人了。每当看着你哭着闹着想要脱离这儿，
我们就想起了当年的自己。所以这件事一定不能让你知道。若失败，你不知情；若成功，你身上也不会背着一条人命。从这儿走了之后，仍然可以当一个机灵快乐的小姑娘。姐姐，哎呀，惭愧啊！昨日还对这些可怜的姑娘妄生杂念，真该死！就这玉楼春，这混蛋，该死！百川也马上就要到了，姑娘们所受的冤屈也有处可伸了。方少侠，你们方家家大业大，你要不就多帮帮他们。你放心吧，已经交代过了。若是他们无处可去，天地山庄自会收留他们的。这些害人的乐子，老路今后离得远远的，专心喝酒最好。昨日在青鸾姑娘藏身的那处石窟里，还找到玉楼春另一处藏宝之地，可惜的没有心情去看了。唉，罢了罢了，如今哪还有心情去寻宝？一并交给百川院查了吧。失望吧？我只是一时好奇，没想到二位是在开玩笑，把我戏弄了。开玩笑？哎，在找这个吗？这是何物？不曾见过。你当然没有见过呢，因为碧皇死的时候就没有交给你啊。李神医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李医府，听不懂。你呢，替金渊盟在找冰片，谁知玉楼春被杀，宝藏不知所踪，你暂时隐藏，终于发现帝王送信给我们，你就去逼他，可是帝皇不给呀，你又找不到冰片怎么办呢？于是你就想杀了他。哎。这一招真够厉害！来，看看，他早就把冰片绣进了蜻蜓的翅膀中，所以就骗了你。二位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可有证据？证据？你可真够嘴硬的。碧皇写信的时候是右手，他左手的掌心却留有墨子与这个冰片握在一起，这就是证据。宾客中与墨有关的，唯有你一字诗李医府。末了，还是被揪出来了。雷火弹，哼！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你带了砚台便是硫磺。这文房四宝分别组成此物，可惜你这武功也太差了点吧？等等，
这样，我们来谈个交易。还敢跟老子谈交易？若不是你杀了碧皇，他这些年的辛苦本该有个了结。你为了一个女人，不顾大局了吗？人命便是最大的事，可惜你和玉楼春这种人，永远都不会懂。我已放下记号，金元盟的人马上就会到这儿来。若你们想活命，就交出冰片。说的是这铁风车吧？插在吊桥外的山壁上，隔不多时就响，很吵。我过来的时候顺便拔了。听到了。现在呢，也轮到我提条件了。说吧，除了玉楼春和金满堂，还有2个冰片在哪？你以为我会背叛金元盟吗？我呢，也只是随口一说。你说不说呢？方小宝都不会放了你。原来这李义府就是金元盟的魔头，这魔头都要被打成猪头了。就这还一字诗，还一次就中，简直就是禽兽。也对。对了，神医，刚才他们说这冰片什么东西啊？这金元盟为什么要找这冰片呢？哦，这个冰片啊，是不可多得的首饰，或许这个狄飞升想要送给他身边的人。哎，这样，大家可千万别说出去，怕是有什么性命之忧啊。好，